王子，镇云将军被袭，真的与我无关呐！平郡公无需多言，我自知你是遭人陷害嫁祸，离间神皇于你，但现在多方证据确凿，你也难掩其咎，百口莫辩了。王子救我！王子救我呀！我已经为你跟父皇周全了，也多方进行了周旋，为你争取了自证的机会。感谢王子的救命之恩，雷轰没齿难忘。王子乃天之骄子，未来北族的王位由王子继承，定能千秋一统，造福百姓。哎，平郡公，快请起来。识人善任是我的本分啊。王子过谦了，只是雷轰不知道我如何才能自证啊。这如今之计啊，唯有你手刃司仪连，才能得到神皇的信任啊。手刃司仪林，这司仪林乃子川之虎，怕已有故恶金汤，我恐怕……哎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是现在想保你无恙，唯有此计呀。况且，我为了周全你，自己都深陷漩涡了，所以现在你只能进，不能退，懂吗？好，明白了，明白。我替你许下3日军令状，你可有把握？3日？你跟着戈大人征战远州数年，我相信你绝对有实力证实自己。本以为投靠了北族，我们就能够大展宏图，保住性命，没想到还是一招死棋。这个卡顿，分明是想要我跟司仪林鹬蚌相争，而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坐收渔翁之利了。我们还要保存实力，这可是咱们手上的本钱，一旦没了本钱，你我一分不值。得想办法出奇招，方能一击制胜。快！前进3里。前进3里。你看看那个指挥官，老熟人啊。谁啊？他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，不过他以前叫雷洪，化成灰我也认得他。远州副统领。快呀！照这样下去，我方城池不保啊！不能再让他们靠近了。大人，下令放箭吧。若下令放箭，站在最前面的俘虏定不能幸免，我们怎么办？绝不能伤害俘虏。
所有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可以放箭。是。二哥，你看那些俘虏，他们原来是属于哪个部队的？是明辉军、方进军，都是伤兵，还有些百姓。如果这么说，他们都曾是子川的军人。没错。哥几个，跟我过来。百川，你带着。殿下，平津宫这次只带1众叛军去进攻，能行吗？若他胜了，我们便能乘胜追击；若他败了，我们也能消耗到司义林一部分军力，顺便还能探清帕邑城内的情况。再说了，死的又不是我们北族的士兵，狗咬狗罢了。殿下这招一箭双雕，属下钦佩。不过，你说平静公这小子多损呐，竟然能想出俘虏攻城这种阴招。雷洪现在距帕邑城已不到10里路程，若司义林不忍射杀战俘，那远州这群叛军便能轻易地靠近帕邑。这个司义林，平时像缩头乌龟一样的躲躲藏藏，如果平静公真的能让他主动出击，乖乖自己打开城门，到时候我们便可轻而易举地拿下帕邑。快点，快点！谁让你放箭的？大人，不能再等了。阿秀在处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秀大人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找他往日作风，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自己先跑了吧？我相信我兄弟。没有我的指令，不许放箭。是。我有办法救那些俘虏，正好挫挫那个雷洪的锐气。不过需要帕邑城全体居民的合作，听从我和秀子营的安排，协同作战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人暂时听从秀大人和秀子营的指挥，如有违抗，军法处置。这边，石灰粉辣椒面来。慢点走。来好，来。快！这样，这样，加油！去那边，好，快点，好，快走，快点啊！来，这过来，快，来，这边再来一个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，往这儿，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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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果然没有猜错，司义林终究还是不忍射杀俘虏，照这样下去，咱们马上就能逼近城门了。是人就有弱点。司义林虽是将才，但是他心地太软，不够果决，不及帝陵般心狠手辣。传我的命令，继续前进。是。全速前进！快点！
怎么回事？快派传令兵到前方打探。是。首先，当雷洪的先头部队行至城下不足2里之时，我们用投石车往先头部队与雷洪的主力部队之间取，投放大量烟雾弹，干扰敌人的视线，切断他们前后的联系。既然他们曾是子川家的军人，那么必定会对旗语还有号角声非常敏感。日军侵略了！两座城门一看，快向那边跑！兄弟们，这个别了！别跑！此时，他们会快速地向侧面城门汇聚。二哥，你需亲自带领铁甲骑兵从主城门冲出，吸引远州叛军的注意力，尽可能地给俘虏争取更多的时间。同时，一定要立刻击杀敌军的传令兵，切断这支万人大军的情报传递，让雷洪变成瞎子。我会让秀子营的兄弟们打开侧面城门，尽可能快速地救出战俘。在战俘救回之后，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撤回。之后我会下令关闭主城门，防止叛军涌入。二哥，你只管在前线杀敌，剩下的都交给我。传令兵呢？传令兵都死哪儿去了？前方烟雾笼罩，战局一片混乱，只知道是子川的铁甲骑兵主动应战，何等兵力，何等战术，均无消息传回，属下也不知道啊。你难道要等到司义林到你面前吗？是，属下立即派人前去。大人，战俘已基本救回城中，但是远州叛军从侧面城门追入，而且速度很快。这烟也要散了，时间刚刚好。继续放叛军进城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哼，让他们放马过来，我定让他们有去无回，让这些远州叛军全数歼灭。注意！分开两队。兵者诡道也，敌人都进来了，打不打呀？急什么？猪喂肥了再吃。
撤吧。二哥，你必须在1炷香之内赶回来。如果你回不来的话，我是不会等你的。当然，你肯定回得来，我相信你。你还不放心吗？啊！所有弟兄军回城！大人，这城门还开着。传我的命令，全力出击！谁要是能够拿了司义林的首级，我赏他个铜粮！被引诱进来的敌军，都困在了瓮城中，被打得那个惨。好，准备关闭主城门。兄弟们先走，断后！好。老大，司义林大人似乎被困在远州的叛军当中了，咱们要不要前去营救？不要分神，二哥他会按时回来。回到自己位置上去。是。好，再不关闭主城门，远州叛军就要攻进来了。撤！撤！咱们老大也不差嘛。舰队准备，投石车准备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竟落得如此下场！方才恕罪，万没想到司义林使出如此卑劣之手段，我军伤亡惨重啊！很多人还被困于城中，就再也没能出来。你们不是有俘虏吗？俘虏也被他们救走了。平津公，哎，你倒是给我讲讲，这司义林是怎么一边跟你作战，一边从眼皮子底下救走那么多人的？参见卡顿王子，神皇有令，召您速回复命。这是要降罪了。云清，殿下，来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已休整几日，谢殿下关心。卡顿王子的攻城计划失败了，平津宫的远州军也伤亡惨重。是啊，卡顿他攻城心切，竟只派平津宫那个家伙上阵，哼，真是笑话。不过父皇已经解了他的兵权，关了他禁闭。恐怕他再难耀武扬威了。不过这紫川之虎的确不容小觑，你可有把握胜他？若只是司义林围困其中，胜他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在下怀疑。还有其他高手坐镇，哪儿来的高手啊？比司义林还厉害。据我了解，这次司义林反常规的战法，不太像是紫川军正统地术军的打法，也绝不是司义林他的个人作战风格。况且，他已经亲自率铁甲骑兵上阵，那么城内必有他人坐镇指挥。险胜啊！是啊，多亏了你啊！兄弟说这个，这场仗我们胜的不光是输赢，气势上都是你这个地术军总统领彰显的，率一队骑兵杀入敌阵，潇洒、霸气、帅。那也得有战术，是不是？没有你的战术能行吗？你看我那帮兄弟们，都是读武堂的，虽然骁勇善战，但是方法不够灵活。可你这秀字营，怎么？你是要跟我们秀字营学流氓打法了？哎，反正我是看见我那几个兄弟啊，已经在问你的兄弟们，那些石灰粉呐，还有什么？就光那些，那远远不够呢。我们还有什么香蕉皮战术、坑里刨坑，还有左右互搏。哟，镯子，给我看看。二哥，这个镯子谁送给你的？哎，大人的事儿，小孩少管啊。看着胳膊挺细的呀，给我看看。干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不能看，揍你啊！
这个镯子是军长大人给我和卡丹的。军长大人同意了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紫川统一了北族，或者是说西川大陆属于一个国家，他就同意。意思也就是说，要么紫川统一了北族，要么北族统一了紫川。天下太平不可以吗？太平，二哥，你不如把这个镯子给我，我还能帮你卖个好价钱。叛乱我要平，卡丹我也要取。你小子平常鬼点子不是挺多的吗？怎么不说话？二哥，你牛，我看了。军师，属下无能。你即便重伤，功力反应皆是不弱，可见伤你之人是罕见的高手。对方藏有这样的人物，我们竟毫不知情。属下一定竭尽所能，查明真相。坐。如今诸将都众口一词指责平静公，有人说他胆小如鼠，临阵脱逃，导致全军溃败；有人说他惊慌失措，指挥不当。你怎么看？他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也不能全怪他。对手这次用的战术，的确令人难以招架。平心而论，换作是我，也不能保证全身而退。是啊，断你手臂，劫走粮草，营救俘虏，重挫雷洪。看似我们只是败了一仗，甚至没动筋骨，但实则却是大败。司义林所率部队皆为精锐，实力本就强悍。如今他们已经无处可逃，必会做困兽之死斗。这一仗并不好打呀。卡顿王子为了在陛下面前邀宠，探敌早进，已经吃了大亏。接下来将由你担任总指挥，希望你不要让陛下失望。下官谨遵军师教诲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：此次战役中，对方还隐藏着一位极为高明的指挥官。此人隐藏在暗处，对全局的把控极为精准，敏锐地洞察了我军的破绽和软肋，完全不按常理出牌。或许，此人正是断你手臂之人。无论如何，你万望谨慎。明白。但是他们的招数，用得了一次，用不了第二次。我一定会将他们一一击溃。北族士兵越来越多了，不到2日，北族主力部队就开始反击了。
这黑压压的一片，就像蝗虫一样，好像要把我们吞噬。之前的激战已经耗尽了我们所有资源，现在弓箭、辣椒粉、石灰烟雾弹等防御工具几乎已经全部耗尽，全军上下也已疲惫不堪。况且我们还接纳了这么多俘虏和伤员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的大军都已到了帕邑城下，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的进攻呢？子川家族的地术军向来强悍，一旦做困兽死斗，爆发出的战斗力很可能非常可怕。我们虽然掌握着10几万的兵力，但如果直接强攻，也只能落个惨胜，赢了也不痛快。那云清有何高见？我们现在的主力应该针对司义陵的铁甲骑兵，在城外修建工事，设置埋伏，牵制试图出城的骑兵，同时继续围城，防止城内的敌人逃脱，先确保我军立于不败之地。然后呢？就这么等着？没错，就是要把他们围困其中，待他们粮草耗尽，不出几日，我便可兵不血刃地把他拿下。大人，目前将近有30万北族士兵在离我们不到几里的地方安寨扎营，修建工事，布下了严密埋伏。我也按照您的指示，派小分队从各城门口出发，乘势突围，但都遭遇了攻击。之前是想逼我们出去，看来现在是想把我们困在这儿。传令下去，告诉所有人，不得踏出城门半步。是。二哥，跟北族打仗，不怕他们带棍子，就怕他们带脑子。相比之前的杂乱无章，这现在却显得井然有序，而且分工明确，效率还十分高。看来这新换的大将，不但能力不错，还十分有远见。而且，他十分有把握，把我们困死在这城中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们会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我们投降。因为我们绝对不会让城中的百姓饿死。这个对手，有点意思。能不费分毫之力就把我们困于城中，除了他没别人了。身残志坚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卷土重来了。想当初啊，他被大哥困于格拉玛城的时候，两军对峙，难分胜负。没想到现在被困的是我们，再加上你断他那一臂之恨，接下来是举步维艰呐。唉，早知道啊，我不断他右臂了，我断他右腿，这样举步维艰的，那就是他了。云清，殿下，果然好计谋啊！我猜这紫川之虎司义林，现在肯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你看这几日，这地术军他们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？哎，你说，他们不会一怒之下倾巢而出，打咱们个措手不及吧？他们不会，也不敢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仅仅要震慑城内的地术军，让他们不敢轻易出兵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让他们感到恐惧。城内的人心一乱，就凭他一个紫川之虎的虚名，既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转化成100万大军。困兽之斗，恐不久矣。大人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已经统计了城内所有粮草，但情况不容乐观。城中居民捐赠给我们一些粮食，但是大部分居民家中存粮也不多了，而且我们收留大量战俘，数量比之前更多了。还能坚持几天？全部加起来，撑不过10天。若是没有后方补给的话，这帕邑城怕是不攻自破了。与其被北族破城而入，屠杀殆尽，不如趁现在，我们还有口气，
奋力一搏，杀出城去。现在杀出城去，就是送死。他云浅雪，就是等着我们主动杀出去。瓦云要爱此前破损严重的城墙，加派了更多人手，加快了修缮进程。照此速度，如期修缮不成问题。那些贵族军官是否还多于动工，再度为难于你？经你上次的教训，他们丝毫都不敢懈怠。有些军官还甚至干起了体力活，不敢再有任何怨言。此外，从前线陆续败退回来的官兵也已经重新加入了编组，伤好些了的士兵呢，也展开了训练。只是，还是没有任何司仪令的消息。自他向神皇下战书后，始终没有下落。我知道他在哪儿。他在帕伊。可是回来的伤兵说，帕伊已经失守。帕伊是我们在远州仅次于瓦云的一道重要屏障，放弃帕伊等于放弃使命，他绝不会那么做。而且我们目前并没有听到神荒大军与地术军已经交战的消息。这么看来，下战书只是司仪林的障眼法，他一定会夺回帕伊，牵制住北族。原来如此，为什么北族大军这么多天都没有攻打过来？为什么远州的伤兵可以安然不受阻挠地回到瓦云？司仪林这是以义军之力为重建帝都又起了一道屏障，为瓦云要爱防御工事，换取了最宝贵的时间。也因此换来了千万平民的得救。司仪林大人不愧为英雄。什么英雄？他是个笨蛋。他牵制住了北族的主力，拯救了整个瓦云要爱，也就等于拯救了整个子川家族。所以我说他是笨蛋。他把自己还有家族最精锐的部队陷入死局，愚蠢至极。他以为他是谁？绝世大英雄啊！还有子川秀那个笨蛋。我敢打赌，他俩肯定抱在一起。现在一个大英雄带着一个小英雄，估计都在做狗熊呢。我们恐怕得向帝都请求支援。来不及了。葛庆在，召集所有人马，带足粮草，能带多少带多少。你是要？你干嘛？我要去找那两个笨蛋了。现在瓦云一切进入正轨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那边全都是北族部队，你这点人马怎么可能救得了他们呀？哎！你这是去自投罗网！你刚才不是还说他们的行为非常愚蠢吗？没错，他们两个就是愚蠢至极的笨蛋。那你还……我是第三个笨蛋。大人，你果然是打算不行好。对，我这开了。老子变成这了，3、2，开始！哇！你怎么会称平静公为雷洪大将？你，我小心！好 ，OK， 碰不着。为谁在这里？哇，行了，后面有少人，名将4家，我们再来一个，哎，好。背了至少3年的粮食，不是简单的解帕义之围，是简单的这北边啊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分散兵力解帕义之围啊。帝君吩咐瓦云，功高朝野，功盖朝野。再来，不行，这个。消失的老朋友。哎，
这个拍的不好意思。3日之内必将夺回巴侯。对不起。那修缮城墙那修缮城墙势必大规模进行。怕失去远途远好。别不肯。Sorry， 导演 ，Sorry。那就劳烦您诸位 ，Sorry， 不好意思。看来阿秀的幸福，传令，全人去